有时候，人并不是走不向未来，只是心里还握着过去。那些曾经发生的事情，像一段段没有关上的门，也许是一段结束的关系，也许是一个错过的机会，也许是一个曾经后悔的决定。你偶尔会回头看，想着如果当时不同，现在会不会不一样？这些念头很安静，却占据着内心的一部分空间。当心里还停留在过去，能量就很难完全向前，因为注意力被拉回去了。神经科学发现，当大脑反复回想过去的情绪时，相关的神经回路会被强化，记忆变得更鲜明，感受变得更深。于是过去看起来好像从未离开，但过去其实已经完成。那些事情只是留在记忆里，真正让它停留的是我们的抓紧。放下并不是忘记，也不是否定那段经历。放下是一种理解，理解那时候的自己已经用尽了能力，理解人生的每一段路都有它的角色。有些人陪你走一段，有些事情让你学会成长。当你愿意这样看待过去，心里会慢慢松开，那些曾经沉重的记忆会变得柔软。你不再需要一次一次回去确认，注意力终于可以回到现在。吸引力法则在这里其实很简单，当你的心仍然停留在昨天，能量就停留在昨天。但当你把注意力放回此刻，未来才有空间出现。你开始重新看见可能，新的机会，新的关系，新的方向。这些事情一直都在世界里，只是当你的心被过去占满时，你看不见。当你终于放下，世界就像被打开一样，空气变得轻，视野变得宽。你会慢慢发现人生其实没有停止，它一直在往前走，只是有一段时间你的心停在原地。现在，当你愿意把手松开，那些曾经抓住你的记忆就会慢慢放下。而在那片腾出的空间里，未来会悄悄长出新的方向，不是突然的奇迹，而是一条原本就在等你的路。很多人以为只要时间过去，伤口就会自然消失，日子一天天往前走，生活看起来也恢复正常。但有些记忆其实仍然停在心里，一段曾经的失败，一个让人后悔的决定，一段没有好好结束的关系。表面上你已经继续生活，但每当某些画面出现，心里仍然会微微收紧，因为那段过去还没有真正被理解。很多人面对过去时只有两种方式，不是反复责怪自己，就是努力假装没事。但这两种方式都没有真正让事情结束。责怪会让记忆变重，逃避会让情绪停留。真正的改变往往来自和解。和解并不是说那些事情是对的，而是愿意看见当时的自己，看见那时候的害怕，那时候的迷惘，那时候仍然努力前进的样子。当你开始理解那个曾经的自己，内心会慢慢柔软。你不再只看见错误，你也看见成长的过程。心理学常说，人会用过去的故事定义现在的自己。如果故事里只有失败，你就很难相信未来。但当你愿意重新理解那段经历，故事就会改变。那不再只是伤口，它变成一段学习。吸引力法则在这里同样发生作用。当你的心仍然困在过去，能量就停在那里。当你与过去和解，能量就会回到现在。当能量回到现在，未来才有空间出现。你会开始看见新的可能，
新的关系、新的机会、新的方向，不是因为世界突然变好，而是因为你的内在终于空出位置。有些人以为人生需要忘记过去，其实人生只需要理解过去。当理解出现，重量就会减轻。当重量减轻，脚步就会变得轻盈。你不再被旧故事牵住，你开始写新的篇章，而未来其实一直都在等，等你愿意不再与昨天对抗。当你选择与过去和解，那一刻，生命才真正开始向前展开。有时候，人生之所以停在原地，不是因为没有新的机会，而是因为心里还握着旧的东西。也许是一段已经结束的关系，也许是一个曾经努力却失败的方向，也许是一个让你遗憾很久的决定。那些经历没有消失，它们安静地留在心里。当类似的事情再次出现时，过去的情绪就会浮现。你会犹豫，会小心，甚至会下意识退后，因为大脑记得曾经的痛，神经系统会本能地想保护你。这并不是错，只是当过去被握得太紧，现在就很难真正开始。想象你手里一直握着一样东西，即使新的礼物出现，也没有空间接住。生活也是一样，当你的注意力仍然停留在过去，新的机会就很难落地。不是因为它不存在，而是因为你没有空间承接。松开过去并不是否认那些经历，那些事情依然是你生命的一部分，它们带来学习，带来理解，带来成长，只是它们不需要一直被握在手里。当你愿意慢慢放下，内心会出现一种新的空间。那种空间不是空白，而是一种准备，准备迎接新的方向、新的关系、新的可能。吸引力法则其实很简单，能量会流向有空间的地方。当你的心被过去填满，新的事情很难进入。但当你松开一些重量，整个世界会变得不同。你会开始看见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机会，会遇见以前不会靠近的人，会想到以前没有想过的方向。这些改变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它们一直都在世界里，只是当你的心终于腾出位置，它们才有地方落下。有一天你回头看，会发现人生的很多转折其实都来自一个很安静的瞬间。那个瞬间不是巨大的决定，只是你在心里轻轻地说了一句：我愿意放下了。当这句话出现，那些原本停在门外的机会，就会一个一个走进你的生命。有时候，抱怨其实很自然。当事情不如预期，当努力没有立刻得到回应，当环境看起来不公平，人很容易把心里的失落变成一句句抱怨。抱怨可以暂时释放情绪，说出来的那一刻，好像轻松了一点。但如果抱怨变成习惯，它会慢慢改变你的注意力。大脑会开始习惯搜寻问题，你会更容易看见事情哪里不好，哪里不公平，哪里让人失望。神经科学发现，当人长时间专注于负面讯号时，大脑的警戒系统会变得更活跃，注意力会被困在问题里，于是能量被消耗在反复思考与情绪里。这时候，解决的方法就很难出现，因为大脑正忙着证明事情有多糟。停止抱怨并不是假装一切都很好，也不是压抑情绪，它更像是一个转向。当情绪被看见之后，你把注意力慢慢带回下一步。事情现在是什么样子？
我能做什么？哪里还有可能？当注意力改变，能量就会改变。原本停在问题上的力量，开始流向解决。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过程。当你专注于可能，大脑会启动不同的系统，前额叶开始活跃，创造力与判断力提高。你会想到新的方法，看见新的方向，找到新的资源。很多时候，答案其实一直存在，只是当你沉浸在抱怨里，你没有空间看见。吸引力法则在这里也非常清楚，能量会流向你持续关注的地方。如果注意力一直停在问题，问题就会变得更大。如果注意力开始转向解决，可能性就会慢慢浮现。当然，生活不可能完全没有困难，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如预期的时刻，但真正改变方向的往往不是环境，而是你如何回应。当你停止抱怨，并不是忽略问题，你只是把力量从情绪里拿回来，重新放回可以改变的地方。那一刻，事情会开始不同。也许问题还在，但你已经开始前进，一步一步，一点一点。当能量流向解决，很多看起来困难的事情就会慢慢松动，而新的道路也会在你行动的方向里悄悄展开。很多人对自己其实很严格，事情做得不够好，就责怪自己。一个小小的失误，也会在心里反复回想，好像只要再努力一点，再苛刻一点，自己就会变得更好。于是你习惯用要求推着自己前进，不允许疲惫，不允许停下，不允许不完美。表面上看起来很坚强，但内心其实一直很紧。当一个人长期用批判对待自己时，神经系统会处在压力状态，身体习惯紧绷，思绪习惯警戒。在这样的状态里，世界看起来也会变得尖锐。一句普通的话，可能被理解成否定；一次小小的挫折，可能被放大成失败。因为内在太用力，外在也变得沉重。善待自己，并不是放任，它是一种理解。当事情没有如预期时，你愿意对自己说，没关系，我再试一次。当疲惫出现时，你允许自己休息一下。当情绪低落时，你不再急着否定。这些看似温柔的选择，其实会慢慢改变内在。神经科学发现，当人感受到自我接纳时，大脑会释放让人安定的化学物质，压力降低，思绪变得清晰。当内心安稳，整个世界看起来也不同。你不再急着与一切对抗，你开始看见事情本来的样子。吸引力法则在这里也悄悄运作。当你对自己温柔，你的能量会变得柔和，这种能量会吸引同样温柔的人，关系变得更理解，对话变得更轻松，生活也变得更有空间。很多人以为世界突然变好了，其实只是因为你不再用严厉的眼光看待自己。当你开始善待自己，你会慢慢放下那些过度的要求。你仍然会努力，仍然会前进，但不再是用责备推动，而是用理解陪伴。这样的力量反而更持久。
因为它不是来自压力，而是来自内心的支持。当一个人愿意成为自己的朋友，人生就会变得不一样。你不再孤单地面对世界，你有一个稳定的内在，而在那份稳定里，很多事情会慢慢改变。空气变得柔软，关系变得温暖，世界也不再那么锋利。当你学会善待自己，你会发现，生活其实一直都有温度，只是现在，你终于能感受到。很多人从小就学会一件事，不要太情绪化，难过要忍住，生气要压下，不安要假装没事。于是当情绪出现时，第一个反应不是理解，而是否定。你告诉自己不应该这样想，告诉自己不要太敏感，告诉自己快点恢复正常。久而久之，情绪好像变成一种错误，只要出现，就需要被修正。但情绪其实不是问题，它是一种讯号，就像身体的疼痛提醒你某个地方需要注意，情绪也在提醒内在发生了什么。当一段关系让你感到疲惫，情绪在提醒你也许需要界限。当某个选择让你焦虑，情绪在提醒你也许方向需要重新思考。当某件事情让你充满喜悦，情绪在告诉你这里有真正的热情。如果每一次情绪出现都被否定，这些讯号就会被忽略。久而久之，人会慢慢失去感觉，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疲惫。当你开始停止否定感受，一切就会改变。你愿意停下来听一听内心，难过时不再责怪自己，焦虑时不再急着压抑，你只是观察。这份观察会让神经系统慢慢放松，因为情绪终于被允许存在。当情绪被看见，它就不再需要用更大的声音提醒你，它会慢慢变成一种指引，告诉你哪里需要调整，告诉你哪里正在偏离自己，告诉你哪里其实是你真正想走的路。吸引力法则并不是忽略负面情绪，真正的对齐来自理解。当你理解自己的情绪，你的选择会更真实。你不再只是跟随外界期待，你开始根据内在的感觉做决定，这样的生活会变得更一致，内心与行动慢慢对齐。当一个人活得真实，能量就会变得清晰，清晰的能量会吸引适合的人与机会，于是人生的方向也慢慢明朗。所以情绪从来不是阻碍，它只是讯号。当你不再否定它，不再急着压抑它，情绪就会变成一盏灯，在每一次迷惘时轻轻提醒你，真正属于你的方向在哪里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，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